那民进党最大的题材就是大陆孔中、仇中厕所，我去看看有没有门；高铁看看有没有靠背啊，是不是餐餐吃榨菜？主要是看他们的经济状况嘛，人民吃什么玩什么。如果我去，我开直播，那台湾人大家都看到了现况。我这趟去就是给全台湾人看，就会知道谁在说谎。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6月10号，宝岛台湾网红圈里人送外号馆长的陈之汉办了一张崭新的台胞证，雄赳赳抢的跨过那道浅浅的海峡。他这是要去干啥呢？参加什么高峰论坛，还是去谈什么大生意 ？No， 这个馆长出发前就放话了，这次来大陆纯属个人行为，俩字儿：旅游。无酬劳无政治，就图一个眼见为实。而且这个大哥还特仗义，说要全程开直播，让他身后的千万的台湾粉丝们跟着他的这个手机镜头来看看咱们大陆到底是啥样。好家伙，这一下可热闹了呀！这消息一出，岛内的网友们都炸了锅呀！馆长这一趟6天5夜的大陆探险记那真是每一步都踩在了热搜上。从他落地上海浦东机场的那一刻起故事他就开始变得奇妙了起来。6月10号晚上，飞机稳稳当当的落在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馆长一个身高1.8米几、浑身肌肉的硬汉，走出机舱，第一个感觉是啥？不是哇，上海的空气好甜，也不是哇，东方明珠在哪儿呢？而是我的妈呀，这机场也太大了吧！他那个直播镜头晃悠悠的估计他自个儿都觉得有点懵。哇，这个机场到底多大？机场好大这个机场真的蛮大，机场蛮大的。那感觉就像是咱们村里面第一次进城的老铁那看啥都新鲜过海关的时候他心里可能都还打着鼓呢，寻思着会不会被盘个底儿朝天结果呢，海关小哥就瞅了他一眼特客气的问：“来旅游的哈？”“对，好嘞，欢迎，祝你玩的开心。”这全程丝滑几分钟就搞定了。小哥还特热情的补了一句：“哥们儿，你要是常来可以办个自动通关，以后刷脸就行了，更快这个馆长当时那个表情这效率这服务态度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不过真正让他瞳孔地震的还不是机场的规模也不是这个海关的效率，而是一个你绝对想象不到的地方，是机场的厕所。哎呦，你别笑，这事其实说起来是有一点哭笑不得的，因为这个在馆长来之前岛内有些名嘴天天在这个电视上喊，哎呀，说这个大陆多落后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其中一个最经典的谣言就是大陆的厕所很多是没有门的。邻居就跟我说，那边去大陆其实有点方便，有点不方便。他说不方便的是他们上厕所好像门，然后我就很紧张，怎么办？上厕所没有门，好害臊我就去准备了很多那个纸尿布，我想说万一去那边就是没有门的话，我怎么上厕所可他们就跟我说，可是他们看新闻也有很方便的在捷运上你想上就可以上。我就说，哎呦，大陆这么开放你听听这话说的好像咱们还活在哪个朝代似的。但是这谣言传得久了还真有不少这个台湾朋友信以为真。所以这个馆长过完关第一件大事就是直奔洗手间，亲自去破案。他推门进去，过了几分钟就出来了，对着这个直播镜头那叫一个激动就跟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反复强调兄弟们有门，厕所有门而且超级漂亮干净的一塌糊涂而且有门你有没有看到有门天哪，厕所居然有门，厕所居然有门！我刚去厕所过了，有门有门，厕所有门，而且厕所超漂亮，而且厕所它每个我刚看到厕所里面有一个阿伯在里面，随时负责清楚，好像也没有哪里不好。我估摸着当时屏幕对面的台湾网友们心里也是五味杂陈这个小小的厕所门事件成了这个馆长大陆初体验的第一个，那也是最直观的一个认知刷新包。你以为这就完了？好像在后头呢，这个馆长刚出了机场，还没来得及叫车呢，突然发现自己被这个外卖小哥给包围了。你是馆长陈先生吗？您的奶茶到了，您的烧烤到了，您的大陆美食3件套到了。好家伙，这是大陆这边的粉丝们早就知道他的行程直接就开启了云投喂模式，隔着这个屏幕用外卖软件疯狂给他点吃的喝的。馆长就站在机场门口，看着这种堆成山的这个外卖整个人都整不会了嘴里一个劲儿的念叨太热情了，同胞们太给力了。
最有意思的是啥呢？就是那个所谓的大陆美食3件套：泡面、茶叶蛋，还有涪陵榨菜。为啥是这3样呢？因为以前台湾有个教授说大陆人呀穷的连榨菜都吃不起，这话传到咱们这儿，大伙都乐了内部的问题，内部问题很严重吗？中国大陆内部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中国大陆有一档股票叫培林榨菜，培林榨菜。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榨菜是他们中国的这个吃泡面的时候一定要加的。那这个业绩好的时候，表示中国大陆的一般的中下阶层的他们是过得不错的日子，因为他们都吃泡面可以加榨菜。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培林榨菜最近一段时间股价大跌，为什么？业绩大坏。为什么业绩大坏？说连榨菜都吃不起了，他们连榨菜都吃不起。从此吃口茶叶蛋，嚼包榨菜，炫耀一下，就成了一个流传在两岸网友之间的搞笑梗。这次粉丝们特意给他点上，这意思就是哥们儿，让你见识见识，咱不但吃得起，还管够。你看这趟旅程从一开始就充满这种既搞笑又温情的互动。吃饱喝足，真正的主线任务要开始了。馆长这次来大陆除了这个旅游心里其实还憋着一股劲儿带着一个小小的私心。他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狠狠地打一个隐形对手的脸。那这个对手是谁？就是岛内的一位重量级的名嘴，民进党政策会的执行长王义川。哎呦，这位王先生在两岸可是大名鼎鼎不过这个名声有点特别，他有一个响亮的绰号，叫什么？靠背哥。靠背是骂人吗？还真不是这个词在闽南话里虽然是一句粗口，但用在他身上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因为这位靠背哥的成名作就是在一个电视节目上瞪着眼睛，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的宣称中国大陆的高铁它是没有靠背的。你没听错他说那个时速300多公里的高铁座位上没有靠背。大家唔通叫马英九用橡皮骗你，马英九嘛去用骗你。伊咧坐时，伊后标一个靠背，坐中国高铁无迄个靠背，坐高铁嘛无一条白色的布啦，迄家己炸。我特交通呢，我们在研究高铁，全世界的高铁，没有人会说中国高铁是好的。天哪！我第一次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当时脑子里都已经出现画面了那坐高铁的人是什么造型是全程扎着马步练核心力量，还是说大家都给阅兵式的这个一个个挺直腰板从北京站到上海？这哪是坐车，这简直就是铁人三项这番惊天言论一出两岸网友都笑疯了。为了戳破这个谎言之前还有个台湾的退役少将特意来这个大陆旅游，对着这个高铁座椅一顿猛拍发到网上，标题就叫有图有真相，高铁真的有靠背。可是即便如此靠背哥依然坚持他的说法，甚至还衍生出了什么大陆人吃不上饭只能吃草之类的这种奇谈怪论所以你看馆长这次来这肩负着多么神圣的使命。他不仅是来旅游的，他还是替这个广大的台湾同胞来实地考察，看看这个大陆的高铁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王座，那个能让人舒舒服服躺平的靠背。在去这个高铁站之前他先体验了一把上海的磁悬浮，从这个浦东机场到市区几十公里的路，8分钟嗖的一下就到了。馆长在车上那叫一个兴奋估计心里在想这速度要是没有靠背，人不得直接贴在车厢后壁上变成一张照片终于他来到了高铁站，整洁明亮的大厅，便捷的自助售票，还有他又特意去逛了一圈窗明几净的卫生间。重头戏来他登上了开往下一站的高铁，一进车厢他二话不说直奔座位。直播镜头怼的那叫一个劲兄弟们看这里，这是什么？他啪啪的拍着座椅后背他不仅有，他还能调。你看，说着他还按下这个按钮把这个座椅舒舒服服的往后一躺，哎呦太舒服了。靠背很舒服有靠背好快下得到那些说没有靠背的人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那一刻这个直播间里估计这个弹幕都刷爆了。这个馆长用最直接最无可辩驳的方式终结了这场荒诞的靠背之争。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座椅问题了，它代表着一种现象当这个信息被某些人刻意的扭曲和封锁的时候这个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常识都可能会变成一个需要被辟谣的都市传说。馆长的这次大陆旅行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馆长这次这个油管开直播观看人数那是直接爆表几十万人同时在线
创了他直播的最高纪录。这说明啥呀？说明这个馆长在台湾的人气还是真的挺高的尤其是对这个年轻人的影响力那也不是盖的我看这个馆长第一天来大陆关注度就这么高。其实这次馆长大陆行对他本人也是一场心灵冲击。我敢说这绝对会颠覆他以往对大陆的看法。我承认100%，你没有骂中国大陆，我现在公开承认，做过的事情就是做过了。送茅台酒代表说什么？人家说馆长，人家把你当作自己家人，就是自己尊重的人，自己人，人家才会送茅台，一直送。人家把你当作自己人，人家是怎么对我们？人家千里迢迢有那种开车40公里的，为了送我一罐茅台，有送香槟的。我跟你讲，我是不收东西的人，但是昨天这叫你不收就没有礼貌，因为大陆、台湾，我们中华文化送礼就是一个，我希望你收下来，这叫礼貌。那作为大陆的民众，我们还是欢迎他来的，不管他之前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那都已经是过去式了。大陆民众内心还是把他当成同胞，希望他能通过这次旅行真正来了解一下大陆，也把这个真实的大陆带回台湾。其实就在前几个月这个美国有个顶流的网红嘛 ，Speed 贾康哥，他也来一趟中国。这小哥也不是搞什么剧本他也就是拿了个手机在这个上海街头溜达全程直播。他看到了什么？就看到了安全的街道、便捷的移动支付、热情友善的路人。这场长达6小时的城市漫步也是在海外吸引了超过1.2亿人次的观看。全球的网友都通过他的镜头看到一个真实、现代、充满活力的中国。所以你看这就是新时代的力量当一些这种传统的媒体还在用几十年前的滤镜看我们的时候，像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红正在用他们最真实无剪辑的镜头帮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馆长的直播做的就是同样的事情，而且这个意义可能更特殊，因为他说的话，他用的梗，台湾的年轻人可能更能感同身受。当他对着这个镜头展示如何用这个手机扫码点餐而不用掏现金，当他骑这个动感单车感叹这个城市交通的便利，当他走进商场惊叹于商品的琳琅满目，每一个这种微小的细节都能通过这个网络实时传递给海峡对岸。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一堵被人筑起的高墙上凿开了一个小孔，然后这个阳光就通过这个小孔透了进去。那些曾经被高铁没靠背、大陆人吃不起榨菜这类谎言蒙蔽的台湾年轻人那通过这个馆长的这个眼睛他就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大陆他们就会开始思考咦，好像跟王一川们说的不一样到底是谁在说谎？而反过来，咱们大陆的网友通过看这个馆长的直播，看他和这个粉丝的互动，也更能直观的了解到台湾同胞的真实想法，他们的幽默感和这个生活状态这是一种双向的理解，一种心贴心的交流国台办的发言人也说了，热烈欢迎台湾的这个网红们、青年们多来这个大陆走走看看，就跟回家串门一样，轻松一点，随意一点。所以朋友们，馆长这场由个人发起的大陆探险记它的意义其实早就超过了一场普通的旅行直播，它就像一颗小石子儿，然后投进了看似比较平静的水面，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这场旅行没有宏大的口号，只有一个朴素的目的：我来看，我来拍，我来告诉你们我看到了什么。而每一次这样的看见都是一次偏见的消融，一次心灵的走近。这呢，可能就是这场寻找靠背之旅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吧。好了，今天视频就唠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